泽连斯基收到命令，美国着急要反攻，背后究竟有何缘由？中国的态度如何呢？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远观察室。自从俄军拿下巴赫穆特之后呢，乌克兰的处境其实是一天比一天糟糕的。除了正面防守压力大之外，武器装备的不足军队内部的腐败以及人员兵力的匮乏，都令基辅头疼不已。而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乌克兰的反攻迟迟无法到来的原因。但是，身为这场冲突的幕后推手的美国，岂能坐视不管？拜登政府就急着要反攻。根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此前表示呢，美国确信乌克兰能成功地发起反攻，而至于反攻的时间和方向都取决于基辅。他还强调，美国及其盟友会尽可能的帮助乌克兰做好接下来的进攻准备。言外之意很清楚，美国会力所能及地对乌提供军事援助，并且会将反攻的主动权交到泽连斯基手上。但是乌克兰的反攻必须得进行，尤其是不能让俄罗斯彻底拿下顿巴斯地区，否则美国所有的计划都付之东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精心策划的乌克兰危机，不就是想实现收割欧洲资本、拖垮俄罗斯的目的吗？虽然这一年来呢，美国着实获利不少，但是形势的转变还是让拜登政府有些担忧。一方面，俄罗斯通过战略调整，例如加大军工生产、动员预备役、增强与中国、伊朗的经济合作，已经完成了军队的重整旗鼓。现在的俄军无论是兵力、后勤都比去年高上了一个档次。另一方面，欧洲开始逐渐的醒悟，不甘心再充当美国的马前卒，而多位欧洲官员都发出了和谈诉求。不久前，刚刚结束访华之行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希望尽快的推动俄乌谈判，从而避免冲突进一步激化，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和损失。综合这两方面，俄乌冲突再打下去无非是以普京的绝对主动权来展开谈判，而这样的结果明显是美国政府无法接受的。况且拜登还需要乌克兰这张牌为明年的总统大选来造势。因此，美国想让乌克兰反攻的决心很坚定。对泽连斯基来说呢，如果不发动反攻，就意味着退出乌东4州的争夺，也代表乌克兰完全失去争取冲突胜利的希望。而相信眉眼人都看得出来，泽连斯基不会做这种傻事儿，因为无论是拒绝谈判，还是屡屡加入北约，都已经耗光了俄罗斯的耐心。普京不可能轻易的放过他，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拼死一搏。那么乌克兰一旦反攻，普京就真的会有压力吗？答案不一定。前面我们也说过了，俄罗斯现在呢是人强马壮乌军的反攻或许很大程度上只是延缓俄军的推进，并不能够真正起到左右局势的作用。即便是西方国家会源源不断地提供重型武器，都不能将战斗的天平给拉回来。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我国也给俄罗斯送去了底气。外交部长秦刚就表示，面对乌克兰危机，各方要秉承公正，劝和促谈，而不是火上浇油。而这番话我想有2层意思：中国既不会坐视美国的胡作非为，也不会让俄罗斯倒下，会持续的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让冲突真正的停下来。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